咱们今天呢，接着上次这张画呢，接着画。另外呢，咱们接着讲生发跟收拾过程当中的一些个技法。上次咱们讲到了这个生发跟收拾，实际上是表达意境的这么一种方法。中国画呢，就是因为生发跟收拾才能够达到一些个意外的这个效果。不可预见的那些个东西，在咱们这个生发当中呢，就可能出现。咱们呢，在画画的时候呢，注意把握这些个不可预见的好的效果。另外呢，在你画这张画的时候呢，有新的想法，要继续的增加，使得这个意境呢更加丰满咱们上次把这个前景的东西画了，但是呢，这前景的东西还需要用染的方法、点的方法和上色的方法，还要给它完善。那咱们先给它暂时的先停止前边的操作，咱们把中景和远景画一画画的时候呢，咱们注意这个构图，像点景是个小房屋。这个呢，可以说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在构图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和它相对，那就是这边了。咱们可以在这边画一些个山石画山石的时候呢，咱们也是属于这个生发，画出你所想表达的东西这些个线条呢，勾勒这个山石，注意它的形式美，反复出现就是节奏，但是呢又不一样，这就属于韵律，有变化的节奏就是韵律，是吧？所以说，咱们画山石、画山水，不是在瞎画，而是有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呢，又是一种可以改变的这么一种形态来画它。咱们说这个线条，什么样的线条比较好呢？比较松呢？那就是多变的线条。多变的线条是比较松。那这个山呢，也有一些个小树，小树跟前面这树就不一样大了就是比较简单概括一些个树。那这个树呢，那咱们就可以用一竖多横来表示这种单叶，也可以画一些个家叶，但是这个家叶呢也是非常概括的。往往家叶旁边呢，还有一些个比较重一点的这种树来衬托它。也是概括，这都是概括，因为远的东西不需要画特别细致。如果你画细致了，反而倒没有那个意境了
线条它有疏密啊，咱平常所说的密不通风，疏可走马，这就是反映的这种生发当中的疏密对比的运用。疏密对比的运用。在这山水当中穿插一些个小数啊，表达那种自然变化的那种意境。往往咱们这个勾皴染点呢，可以是先勾，然后再皴，再点，再染，也可以呢混合着并用啊。在生发过程当中啊，你可以把你想到的有趣的东西在这上画上。比如说这儿呢出现了一个小的溪流，给它画上，和下边的溪流进行这个呼应啊。用笔顿挫啊，用笔要顿挫。山上呢有点小的这石块，古人管这个叫凡头啊。这个凡头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对比的作用。在你生发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没有这个疏密变化了，那你增加几个小凡头，立刻这种密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由于生发给画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啊，因为你支配这个山水，你想把它画成什么样，是你要表达的这个意境。雨点皴，这个雨点皴的疏密，实际上也是表达你这种苍苍茫茫的那种意境。你究竟想让它画成什么效果啊？如果你画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那你把这种效果表达的淋漓尽致，那你就是胜利者，你就把你的这种意表达的非常清楚。不是说我想到的都是真实的东西，而是在这里边更多的是
想到这个画面应该怎么处理，啊，它更反映出那种美来，啊。有的地方呢就空白，啊，不画它。假如你要觉得这儿就应该真实，这儿为什么没树呢？那儿为什么这石头就小了呢？那儿为什么就一块白呢？你老拿真实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你这个画呢，永远走不出照片的那种东西，啊。这种雨点村呢，苍苍茫茫那个效果表现得非常好，啊，也符合咱们北方大山的这种村法，所以说咱们可以经常用这种村啊。斑本驳驳的效果啊。雨点村，有人管它叫豆瓣村，实际上就是根据它的形状，上边用力大一点，下边呢用力要轻，这咱们都学过是吧？有人管它也叫做小斧劈。这为什么叫小斧劈呢？它有往下劈的那种侧锋那种面村的感觉啊。为了表达这个地方密不通风的效果，这儿可以多村一些。啊，古人讲“乱而不乱，密不通风，书可走马”。书的就是可以马都可以通过啊。密的时候呢，风都过不了。你看这种密的东西，不就是反映你个人的那个感觉吗？啊。实际上就是在生发的同时，现在是收拾啊。收拾跟生发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啊，我这部分我该收拾了啊，那部分我该生发了，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啊。你在生发的时候发现美的东西，留住它；你发现不好的东西，你要改变它。实际上这就是收拾。把它分开，也就说明你呢要用无可预见性来生发，用你的形式美的原理与法则的这种脑瓜来使得你的手把它收拾得更加完美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主观和客观有机结合的这么一种形态，这么一种这个处理方法。刚才讲到皴擦，这个擦呢，可以擦出山石的苍茫，也可以擦出这个云雾这种效果啊。云雾是靠衬托出来的。中国画它这个既白当黑，写意，实际上这种白就有很多的意境让你去想，让人去产生联想啊。它就是一种这个让人联想的这种东西啊。有时候这个白它就是云，有时候这个白它就是水。这就叫多皴，乱而不乱，密不通风，书可走马。就可以让这个地方呢产生一定的暗来衬托这个亮。实际上这都是有目的的啊，有目的的。不要皴的特别匀啊，个别地儿点一点啊。有的需要擦，有的需要擦一擦。
这个咱们勾线或者皴，一定要把这个笔呢，这个墨色给它蘸的好一些了。也就是说，不要太湿，太湿呢容易画的臃肿啊。有时候咱们不知道这个墨色是什么样，用这个试笔纸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如果旁边没纸，你可以通过我先点几下，跟纸上我能知道它有多湿啊，点几下，哎，然后再画。通过一点呢，把这多余的水分给它吸出去了。现在是属于整理啊。有些地儿不能画的特别实，刚才我说了啊，这个线松就松在不受局限的具象的线上。另外呢，要虚实都要有，这个线就比较松啊。现在这个线和皴都好了，要点这个点儿。这中画这个点儿特别重要。它呢，它的意象就是近处为胎点，远处为小树，让你一看呢就感觉到远处那个小树、小蒿子、小灌木啊特别多。实际上，在这个绘画的这个审美上呢，它也起了一个行走的点儿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还有一种苍茫的作用、苍劲的作用。你说我这上的都是属于这种雨点皴了好多点了，还用不着点点呢？照样用这个点啊，是用最重的墨来点的啊。它和那个点那个皴的那个点呢，它有区别。这个点比较圆润啊。特别是在这个山石凹凸交界的地方，要多点啊，要多点。还有这个说的这个凡头，你看这个古人他创造这个凡头，它是有道理的。你看现在这个点的这个凡头旁边，把这个凡头给它衬托出来了，是吧？你看这个点儿，点点呢最忌讳均匀。如果在山头点着均匀的点儿，就好像一队人排着队上山一样，那就不好看了啊。古人说点点呢，用笔须重如高山坠石啊。那高山坠石有多重呢？啊，那种感觉要出来，这就是意境的表达，让你感觉到这个点儿是有劲儿的啊，是有底气的。力透纸背，古人讲力透纸背，实际上说的就是这道理。这个点也不是乱点啊，刚才我说了，点这个凹的地方，而且有些线呢比较平板，怎么办呢？点几个点儿，让它有这个变化就可以了啊，也能反映出这个画的这种结构，强化这个结构。
特别是咱们上完色以后，还要点一点点儿。那点是什么作用呢？那叫醒墨啊。醒墨就是要把你这张画儿通过这个上颜色呀浅了的部分，给它增加它的深度，使它非常透亮，这就是醒墨。随时调整。远处的这个点儿也代表小数啊，这个一数几个横也代表小数，都是简化了的数，是吧？咱们可以在远处呢，这个再加一点小数。但是你画这个横线的时候啊，有长有短，不要让它一样。虽然说它有这个节奏感在里头，但是你要一模一样呢，那就死板了啊。随时调整啊。远处的这个点点了，近处呢照样也得点。你像这些个这个线点完以后呢，它就有精神了。